我与定北侯世子大婚当日，庶妹给我绣的嫁衣，却在跨火盆时意外烧了起来，让我在新婚之日颜面扫地，降妻为妾，使我沦为全京城的笑话。天哪，这大礼还没成呢，身子竟然就被当众看光了。定北侯府怎能娶一个名节尽喜、被外人看光的女子做世子夫人？如今你颜面尽失，你不配为世子夫人，这个位置便由你妹妹来做吧。世子哥哥，若非我将嫡姐的嫁衣泡了桐油，又用香料掩盖，哪里能有今日这场大喜？我的好玉珠，如今我总算让你做了世子夫人，这一辈子再也不让你屈居在你嫡姐之下，让她以你为尊。如今她的嫁妆进了门，她又成了妾，一切都得听你的。从今以后，她的嫁妆皆是我们的了。沈玉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头好痛，这不是早晨还未出门的时候吗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居然重生了！小姐，你今天可真好看。春枝，我问你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小姐，现在是辰时，还有2、3个时辰就该出门了。阿昭，你妹妹专门给你绣了嫁衣，快来看看。去吧。是，小姐。这是我亲手为姐姐绣的嫁衣，希望姐姐别嫌弃我的绣工，这是妹妹的一份心意。这绣工真是绝了，沈二小姐真是不容易，能为嫡姐分忧到这地步，当真是个懂事听话的好妹妹。多谢妹妹。玉珠说是舍不得姐姐，要亲自送嫁，看着姐姐嫁进定北侯府，亲眼看着姐姐拜堂成亲，她才安心。我只是想见证姐姐的幸福，世子疼爱姐姐，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世子与姐姐拜堂成亲。我是姨娘，不够身份，只能让你妹妹尽一分心了，还望大小姐莫怪。那麻烦妹妹帮我一起换上嫁衣吧，这嫁衣繁琐，妹妹做的嫁衣，想必你是懂如何穿才是最美的。好了，姊妹们先出去吧，新娘子要更衣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的外衣下现在正穿着和我一件一模一样的嫁衣，所以上一世才会在我出事后，你可以马上与萧承安有条不紊的拜堂成亲，稳住了场面，替我嫁给了世子，成了世子夫人。二小姐请喝茶。二小姐小心！来吧，沈玉珠，我来陪你玩玩。哎呀，这怎么得了？玉珠等会儿还要送嫁呢，来不及回二小姐院子了。红芍，快陪二小姐去侧院，把衣裙脱下来，快给她烘干了。是，小姐。没事的，妹妹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不对劲，实在不对劲。二小姐稍等一会儿，我去把小姐的衣裙烘干。你要小心，绝不许旁人看见，否则我便让姨娘把你幼爹的腰断了。是，小姐。大小姐说了，这些银票够你给弟弟治病，这卖身契也还你。送嫁的路上，你找机会离开便是。神不知鬼不觉，从此与沈家再无关系。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，红芍定不会忘了大小姐这份恩情。快回去吧，别让二小姐起疑。小姐，这件衣裙没有问题了。沈玉珠，这一世我倒想看看你究竟如何自食恶果。新娘子出门啦！长姐出嫁了，玉珠送长姐一程也是应当的。
沈大人养了一对好女儿啊，姐妹手足情深，真是感人。听说大小姐的嫁衣是二小姐用了半年绣出来的，这份心意可是难得。有劳玉珠了，嫁衣很漂亮，你长姐一定会感怀在心的。真当我是个死人听不出一般，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起轿吉时到！快看快看，新娘子来了！吉时到，新娘跨火盆，从此红红火火。妹妹，你陪我一起可好？我有些害怕。奇怪，姐姐平日对我可不是这般温柔。玉珠一起跨火盆吧。好，我陪姐姐跨火盆。跨火盆喽！二小姐衣服烧着了，怎么这样？来人，快救救玉珠！世子，快救玉珠啊！里面的衣裙烧着了，快脱下外室把里的火扑了，否则就烧到肉了。世子哥哥救我！别怕，玉珠，我会救你的。世子哥哥，我背上好疼，我是不是烧伤了，变丑了怎么办？你会不会不要我了？玉珠，这是什么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怎么会在我成亲时穿着与我一模一样的嫁衣？还有，你为何会与世子如此亲密？你们到底瞒着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天啊！不是说嫁衣是他绣的吗？还绣了2件一模一样的，谁家新娘子会穿与别人一样的嫁衣呀？真是丢死人了！若不是这把火还藏得挺好，他不会是想替嫁吧？他疯了吗？沈玉珠，我看你怎么圆！世子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破坏你与姐姐婚礼的，我只是给姐姐绣嫁衣时觉得嫁衣漂亮，所以给自己也绣了一件，我并无别的意思。二小姐，送嫁时穿嫁衣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姐，却在衣服里套着嫁衣送嫁，你说你并无别的意思，说出来谁信啊？一出了事便扑进世子怀中，我看你这举止可比你姐姐与世子还亲近些呢。你长姐出嫁的大吉之日，你闹出这样的事儿来，穿相同的嫁衣，让火故意烧着，让人看见你也穿了嫁衣，你这般心思是怕别人不知道吗？够了！玉珠年纪小不懂事，所以才在今日穿着相同的嫁衣，可她心是好的。她如今为你送嫁被烧伤，如今又当众出丑，你作为姐姐，难道不要为她考虑吗？反正她穿着嫁衣与你一起跨了火盆，不如让玉珠也入府，另给个名分，也算全了两家的颜面。同时入门，不分大小。难道侯爷和夫人也是此意吗？玉珠也是你们沈家的小姐，如今闹成这样，若同时入门，倒也可把今日的闹剧演下，这样咱们两家也不会丢脸。这也是天意，虽然你妹妹被烧伤，可是既然都穿了嫁衣，跨了火盆了，便可同时入府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哼，好一个天意！玉昭，我们定北侯府会把你们两姐妹当亲女儿般看待的，你也不必介怀，这也是天意弄人。岂有此理！老奴今日顾不得什么尊卑了，侯府当真要如此辱我家大小姐？姐姐，玉珠也不知道会闹成如今这局面，玉珠不敢与姐姐平起平坐，就算是为妾，玉珠也愿意的。姐姐，玉珠是庶女，不敢与姐姐争什么，可是今日错已铸成，求姐姐成全。大小姐，老爷和姨娘听闻了此事，老爷说既然是天意，不如将错就错，让二小姐一起嫁入侯府。反正你们是一起入的府，老爷说了，大小姐的嫁妆也与二小姐平分。老爷说会开祠堂把姨娘扶为正室，二小姐从今往后就是嫡女，与大小姐平起平坐。多谢父亲成全，玉珠一定尽心侍奉世子，与姐姐和睦共处。玉昭，你父亲已经发话，
同意玉珠一起入门，你无话可说了吧？我知道同日让玉珠进门，你心里委屈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是以你为尊。今日洞房花烛也会去你房中以示尊重。只是今晚委屈了玉珠，但是她性子柔弱，想必一定不会计较。姐姐是世子夫人，世子哥哥今晚与她共度是应该的，玉珠不敢与姐姐争。这小川和沈玉珠太不要脸了，这一看便是早做好的局，只等今日大小姐出嫁呢。世子，这沈玉珠都让人看光了，你还娶她做平妻，定北侯府可真不怕丢脸啊！嫁衣怎么可能跨个火盆就烧起来？我从小到大，日日听有人嫁娶都会跨火盆，可是能把嫁衣烧着的，妹妹是第一个。难不成妹妹的嫁衣有什么与众不同，所以一见火便烧了起来？世子不得不娶你进门。怎么可能？你别胡说！去看看二小姐的嫁衣。大小姐，这嫁衣果然有问题，上面怕是泡过桐油，用香料熏了，所以掩住了味道。不会吧，在嫁衣上浸了桐油，这是故意让火烧着？若不是如此，怎么会当众烧着了，让世子负责呢？好手段！这样的人进了府，谁与他做姐妹？岂不是天天过得提心吊胆，被算计？所以，妹妹特意把嫁衣浸了桐油穿在身上，就是为了嫁进侯府。我明明是在你的嫁衣上动了手脚，让你当众出丑，名声尽毁。世子哥哥与我早就说好，这样就能将你降妻为妾，娶我为正妻。如今嫁衣怎么会换在我的身上？是你早上故意泼了那杯茶，坏了我的嫁衣。沈玉昭，你好狠的心，你算计我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你是长姐，知道妹妹做错了事，不但不帮着她，反而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，这便是你做姐姐的气度。若你作为世子夫人也这般小气的话，我只怕要考虑你能不能做世子夫人了。世子无需关心我是否有度量，也无需关心什么和睦相处。诸位帮我做个见证，世子与庶妹既陷害于我，想让我在大婚之日出丑，名声尽毁，好让庶妹进门。定北侯世子这样的人，我沈玉昭不会嫁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还未与世子拜堂，这门亲事便不算成，我们的婚事就此取消，从此我与定北侯府再无瓜葛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婚事取消？这是两家的大事，岂有你说取消就取消？我不能嫁一个处心积虑与庶妹设计害我之人。今日事不成，谁知日后还会如何构陷于我？若非今日阴差阳错换了嫁衣，今日当众出丑的人是我，名声毁掉的也是我。世子与妹妹是不是便心愿达成，将我贬为妾室，迎庶妹上门为正妻？论狠毒，谁也狠毒不过你们。这样的婚事，我为何不能取消？若世子坚持要我履行婚约，我便去应天府求官府为我主持公道。世子好好考虑后果，这在场的嘉宾皆可为证。沈大小姐，我们可以为你作证，是你庶妹设计害你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嫁？我女儿若遇这样的人，我必是要她取消婚约的。那二小姐是外室女，10岁才入的府，能学什么好？不过是想害了大小姐，抢人婚事，又占人嫁妆罢了。就是，世子哪来这么大的脸？又想娶外室女进门，又想占着嫡女不放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沈大小姐的生母可是江南富商的独女，留给大小姐的嫁妆可是10几万两银子，萧家怎么舍得这笔钱？玉昭，这是误会，你放心，若你不愿意，那玉珠便不娶进门。你是世子夫人，自然你说了算。沈玉珠这样的身份，怎么能进我们侯府呢？顶多随你嫁进门，当个妾。母亲，我与玉珠两情相悦。闭嘴！侯夫人，玉昭心意已决，幸亏还未拜堂，未成大礼，世子也可娶自己心爱之人。玉昭成全世子与妹妹。嬷嬷，把送嫁的人全叫过来，抬上嫁妆，回府。是。小姐，咱们歇会儿吧，你的脚都磨坏了。柳嬷嬷，把所有嫁妆抬到母亲给我留的宅子里，你去替我把所有的东西安置好，我回沈家一趟。大小姐放心，老奴定不辱命。逆女，看你做的好事！当场退婚是谁给你的胆子？
我让管家去告诉过你，你妹妹与你同时嫁进侯府，你敢退婚，你让你妹妹怎么办？大小姐这是要逼死玉珠吗？她今日是为了送嫁才出的事，你怎么能扔下她一个人在侯府？她从小胆小，性子又弱，她不会与你争宠，为何你就这样苦苦相逼，容不下她？她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侯府哪里肯让她进门？你让她以后在京城还怎么活下去？老爷，玉珠如今可怎么办啊？她那般柔弱的性子，此时只怕已经哭死了。你马上回定北侯府，说你错了，刚才是你任性闹脾气，如今愿意重新拜堂成亲，与你妹妹一起嫁入侯府。日后要照顾好玉珠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若我不愿意，父亲是不是要打死女儿？从小到大，父亲只偏爱姨娘和玉珠，若非外祖不答应，只怕姨娘早凭证做了正室，沈玉珠也成了嫡女吧。父亲只怕恨不得洗掉他们外室的身份。可惜啊，今日妹妹因为外室女的身份，定北侯夫人不让她进门呢。外室女就算是扶正了，在京城人的眼里，她依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姨娘，你以为扶正便是贵妇人家了？你出去看看，有没有权贵人家会接你的帖子，会赴你的宴？你别做梦了，你外尉的身份永远就刻在你身上。妾身不活了，被大小姐这般羞辱！孽障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父亲，我今日出嫁，外祖父赶来京城，因为路上耽误了一日，他们今晚便会赶到。你不怕外祖父问你为何动手，你尽管打，只怕外祖父发统，要父亲还那打点用的几万两银子，父亲还不出的时候，可一定还要像现在这样有骨气才行。你这个逆女，你信不信我把你逐出沈家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顾家的外孙女！外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的好孙女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岳父，您怎么这个时候？白眼狼的东西！当年你沈青松一穷二白，不过是个连进京赶考都凑不齐盘路的穷酸书生，是我顾家拿了半副身家做嫁妆，把阿英嫁过来撑你沈家的门面。这些年你官场打点，府中用度，哪一分哪一厘不是花的我顾家的银子？你靠着我女儿的嫁妆步步高升，转头就养外室宠庶女，把阿英生生气得呕血卧床，2年便没了性命。你有没有心？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，你倒好，如今还敢算计起玉昭的嫁妆，要把我顾家的东西分给一个外室女，你哪来的胆子？岳父，您怎能当众动手？这沈家到底还是我沈青松做主，您这般羞辱于我，让沈家的下人们怎么看我？动手！我没打断你的腿，已是留了情面。哼！你真当老夫在江南耳聋眼瞎，能由着你在这京城里作威作福？阿英的嫁妆单子在应天府背得明明白白，你这些年挪去填私囊养外管的银子，每一笔老夫都给你核算得清清楚楚。岳父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真要一笔一笔算起来，你这头上的乌纱帽，还有你这条狗命，都别想保住。若我现在就把这些送到陛下面前，你猜猜，陛下会怎么判你这种人？大钱最重孝道与嫡庶尊卑，老爷这些罪名要是坐实了，别说这乌纱帽保不住，全家老少怕是都要流放宁古塔啊！可不是吗？顾家在朝堂和军中都有人脉，真要把这折子递上去，老爷这辈子就算彻底交代了，沈家也完了。岳父息怒啊！阿宁已经走了，玉昭到底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沈家也是玉昭的娘家呀！我不过是一时糊涂，被银钱迷了眼。您看在玉昭的份上，千万不能把这儿送到陛下面前啊！一时糊涂，你用我顾家的银子在外面金屋藏娇生下庶女，日日算计阿林嫁妆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糊涂？老爷，您快跟顾老太爷求求情啊！妾身和玉珠不能没有您啊！贱人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我！整日在本官耳边吹枕头风，撺掇着本官去分玉昭的嫁妆，本官何至于落到今日这般身败名裂的地场？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，当年用尽下作手段登堂入室，逼死主母，如今
还妄想扶正做正事。老夫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，只要我顾家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就永远是上不得台面的卑贱外室。你的女儿沈玉珠，生生世世也只能是外室女，你们母女这辈子也休想沾我顾家半道光。阿龙，你们两兄弟带人把玉昭他生母留下的东西全部请点带走。是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姓沈，你是我顾家的孩子，跟外公父回梓潼庄园。好，阿昭听外父的，从此与沈家再无瓜葛。你出了这个门，就再也不是沈家大小姐，一个商户人家的女儿，我看你将来能有什么好归宿？我顾家的外孙女归宿如何，轮不到你操心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，小心乌纱帽不保掉了脑袋。小姐，这些都是先夫人留下的念想，咱们一个纸片也不给他们留。春枝，去拿个大点的箱子，这些东西都是母亲生前留下的，我都要带走。是小姐，春枝这就去办。江南顶级极级侧丝锦缎30匹，抬走；南海极品红山图摆件1对，金枪玉饰品整箱，通通给我搬走，一根针也别剩下。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？这好歹是知府衙门神府啊，就由着他们这么把底子搬空，你疯了？你没看那些护卫手里的刀，那都是在战场上打过仗、见过血的，你嫌命长了是不是？这是小时候娘亲给我做的。这是娘亲囚禁一生的地方，如今终于要回家了。启程！跟小时候一样，一点没变。大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些年您在沈家受委屈了，这宅子老婆子天天打扫，干净清净着呢。快进屋。大小姐，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这些年您在沈家受委屈了，往后在这别院里，万事有老婆子伺候，再没人敢给您气受。就是，竟然还咒我们小姐没有好归宿。不过以后有顾家撑腰，小姐定能找个比那世子好上100倍的郎君。归宿是自己争出来的，靠别人终究是一场空。明日开始，把母亲留下的账目一笔一笔核算清楚。是，小姐。老太爷，大小姐，大喜事，大喜事啊！大管家，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别扰了小姐算数。哎呀，是镇国将军府派了大梅上门，现在正带着聘礼单子在门外等候呢。镇国将军府，他们怎么会派大梅上门？阿昭，莫慌，去屏风后稍坐，我来见见这大梅。恭喜顾老太爷，贺喜顾老太爷！镇国将军特遣妾身前来，带其嫡长子谢燕，向顾老太爷家外孙女沈玉昭姑娘正式提亲。小姐，镇国军府的嫡子谢燕可是京中无双的战神，他们竟然主动上门求娶。戚夫人请坐，谢大将军这场仗倒着实让老夫有些受惊了。顾老太爷，大将军说了，当年他在边关作战被敌军射击，生生断了粮道，全军被困3日，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，全靠您啊！谢将军，老夫带粮食来了，大前的将士们撑住啊！顾兄，你这是救了老夫，救了全军将士的命啊！阿龙，去把粮食卸下来，煮热粥给伤员喝。马车上还有药品与绷带，快拿给大夫，先救伤员。快，卸东西！不错，
那场仗打得确实凶险，是顾老太爷您的商队冒着被敌军劫天杀的风险，硬是绕了800里山路，把救命的粮草送进了军营。若非您当年的义举，哪里能救下全军将士的性命啊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老夫当年也不过是不忍我大前的将士饿死在沙场，不知当谢大将军记挂这么多年。老将军他感念这份诚意10几年，多次想登门报答，都被您老人家婉拒了。救命粮草，将军说了，愿以3书6礼正妻之位相迎，绝不让沈姑娘受半分委屈。阿昭，谢家的小子是个品行端庄的，但这毕竟是你一辈子的终身大事，不能委屈了你。你且告诉外祖父，这门亲事你可愿应下？阿昭，全凭外祖父做主。好，齐夫人，谢大将军这份重礼与情谊，老夫替阿昭应下了。恭喜公子，贺喜公子，大喜啊！戚夫人，顾老太爷那边如何说？沈姑娘她可愿应下？应下了，老太爷当场便拍了案。赵铁，沈家那起子无耻之徒，还有定北侯府那帮自私草包，绝不会甘心让阿昭就这么风光的嫁进我将军府。他们如今丢了脸面，少不得要在私底下做些昂撒手脚。末将明白。你现在立刻带上一队精锐兄弟，即刻去城南紫堂别院守。若是沈家或者定北侯府的人敢去滋事，不必回禀，你自行处理。是，末将即刻带人过去。小姐，昨日谢公子才定下亲事，今日下午便派了这么一队杀气腾腾的精锐护卫守在别院四周。他们这是在护我安危，也是谢燕在向全京城表态呢。有这对卫士在，不管是沈青松还是萧承安，谁也别想再用那些下作手段来恶心我。你瞧瞧这迎亲的仪仗，10里红妆绵延了半条街，真是给足了顾家和沈大姐脸面。要我说，这沈大小姐离了豺狼窝，反倒嫁进了真正的名门好人家呢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夫人，退婚委屈了你，往后在这将军府，万事有我护着，绝不让你受半点风霜。世子言重了，能嫁入将军府，是玉昭三生有幸。母亲，玉昭退婚改嫁，玉珠已经没了退路，我与她情投意合，如今我只想娶她做世子正室，您为何就是不点头？还想做正室？那日当着众人的面衣衫除尽，丢尽了脸面，你让她怎么能成为世子夫人？那是意外，况且玉珠的绣工……意外？你是想让以后别人提及都知道世子夫人是靠手段嫁进侯府，还被外男看光了身子吗？我们定北侯府丢不起这个人。夫人，玉珠与世子是真心相爱的，只不过因为世人的偏见，我是庶女的身份让夫人不喜。我如果嫁入侯府，定能做好世子的贤内助，为世子生儿育女，操持家事。父亲也说过会辅正母亲，我便也是沈家的嫡女了。扶正？外室女就算是扶正了，骨子里也改不掉那股子小家子气。况且夫人不能赶玉珠出去啊，只怕玉珠的肚子里已有了世子的骨肉。天爷啊，这沈二小姐当真是疯了！婚前失贞，珠胎暗增，竟然还敢在这大堂上当众说出来，这难道是什么骄傲的事吗？果然是外室所生，连教养都与外室做派一样，上不得台面。你既然说与我儿有了肌肤之亲，有了他的骨肉，我不让你进门便是我心狠。既如此，我同意你进门，但是你不能是承安的正妻，你只能做妾。
一个名声败坏还婚前失贞的女子，绝不能为世子夫人。世子，母亲，玉珠好歹怀了儿子的骨肉，沈家那边如今……闭嘴！若你愿意为妾，便进门；若你不肯，便自行离开。我们定北侯府也不是人人说进就能进的。好，玉珠愿意嫁进侯府做妾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个外侍女设计在嫡姐的嫁衣上做了手脚，却阴差阳错自己也穿着一模一样的嫁衣出嫁。哪能没听说啊？在大婚跨火盆的时候，火苗一下烧了起来，她当众把衣服扒了，自毁了名节。哼，要我说，这就是报应。结果不仅搅黄了人家嫡姐的婚事，她自己也没嫁给世子为妻，最后只能做个妾，真是活生生做成了一个笑话。沈大人今日脸色可真差，怕是府上的红烛太旺，撩着了眉头吧？那是，大婚之日演了那么一出脱衣自然的大戏，如今全京城谁人不知？下官参见丞相大人。沈大人宠妾灭妻可要小心，让庶女越过了嫡女去，这样的家风实在令人不齿。下官不敢，下官家风。皇上最恨的便是宠妾灭妻之人，沈大人还是小心为上。哼！听说二小姐做了世子的妾，瞧瞧那回门礼，寒酸的连咱们府里的管事都不如。可不是，连个男人的影子都没见着。世子爷根本就没陪她一起回门，自己带着2个丫鬟就溜回来了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娘，婆婆不喜欢我，嫌我出身低，处处给我立规矩。娘，父亲不是说将你辅政了吗？何时宴请大家，让父亲尽快大摆宴席，让别人知道我才是沈家嫡女，否则我在侯府如何能抬得起头啊？父亲，女儿如今嫁进定北侯府，父亲是不是要给女儿补100台嫁妆？是啊，老爷，咱们的女儿也要100台才行，否则定北侯府看不起玉珠，可怎么办？你还有脸说？你和你姨娘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，让我在同僚面前丢尽了脸，还好意思要嫁妆？谁见过一个做妾的有嫁妆？都是偷偷摸摸一顶小轿入府。你倒好，大张旗鼓，让人看尽了身子，和你娘一样不知廉耻，无名无分跟着男人有了继父之亲，还珠胎暗增。难怪别人说你是外室所生，一身狐媚的做派。谁家高门世家会要这样的儿媳？日后你少回沈家，我丢不起这人。父亲，你不要女儿了吗？沈江松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16岁便跟了你，说你会娶我进门，让我给你生孩子。结果后面我才知道，你全靠妻子的嫁妆生活，哪敢纳妾，将我一收便是10年，你还有脸骂我？你比青楼里的客都不如，人家至少心疼我，你呢？坏事是你做的，坏人却全由我来当。如今还敢羞辱玉珠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若她不是好东西，你以为你就是什么好东西？疯婆子，你真是疯了！本官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？来人，将姨娘关进佛堂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她出来！沈青松，你没良心！今天这日子都是你自找的！你跟你姨娘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！哼！这真的是我的家吗？老爷，外面朝廷的差役已经到胡同口了，说今儿个是6部大考，王丞相特意问起您怎么还没去点卯上朝。去什么去？我这张脸如今怎么去见人？去告诉差役，就说本官突然恶疾，浑身起疹，无法面圣，让他们给本官告假3天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玉珠，你听娘的话，快些回侯府去。你父亲现在就像只疯狗，见谁咬谁。你再待在沈家，他真能打死你。娘，可我如今回去，婆婆定是要问我要那100台嫁妆的。我没有嫁妆，回了侯府也是死路一条啊。只要孩子还在，侯府就不敢真弄死你。快走，别再回沈家触你父亲的眉头了。
沈二姨娘，你这回门回的可真够久的。怎么，你父亲准备何时将你小娘扶正，又准备何时去礼部认你做沈家的正牌嫡女啊？回夫人的话，父亲这几日身体抱恙，扶正的事怕是要过些日子。身体抱恙，我看他是老脸都被抓破了，不敢去上朝吧？别跟我在这里打马虎眼，那100台嫁妆呢？如今沈玉昭带走了全部家当改嫁，你们沈家难道就让你空着手赖在我们侯府不走吗？世子哥哥，你帮玉珠说句话呀！玉珠如今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玉珠，母亲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如今本世子在众多家族眼里，因为你的事已经被指指点点。你若是连1分嫁妆都没有，咱们往后在府里如何立足？世子哥哥，你也嫌弃我的出身，嫌我没有带银子进门，是吗？母亲的意思是，你先回沈家住段日子，好好哄哄你父亲。什么时候把嫁妆和扶正的事办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再回侯府。哼，张嬷嬷，去叫一辆马车，把沈二姨娘送回去，看着就让人心烦。二姨娘，请吧，世子和夫人这几日要清静，您在沈家可得多加把劲儿啊。二小姐，咱们真的要把夫人之前赏您的这料子拿去当铺换银子吗？不当了换钱，我拿什么去买首饰？这半个月，父亲1分银子都不给我和姨娘。侯府那边说了，下个月柳氏就要抬进文，世子爷这半月天天借酒浇愁，根本不见我。我若是不趁着今天世子爷休沐出门，装作在街上偶遇，他这辈子怕是都不会再多看我一眼了。世子爷，真巧，玉珠竟在这儿碰见您了。罢了，既然碰上了，便随本世子一同进去吧。你回门受了委屈，本世子送你一支钗。玉珠，多谢世子疼爱。夫人真是好眼光，这只百钗夹可是咱们如意轩的镇店之宝，整个京城也就这一只，正配夫人的身份。世子，你说要送我一只钗压惊，我看姐姐手里那只就极好。妹妹好生休闲，这钗是如意阁的镇店之宝，价值500两。妹妹如今出手可真阔绰，想必在侯府甚上得宠。这支钗是按一品诰命的规制打的，原是世家正妻用的铜庙，妾的身份戴了，不合规矩也压不住福气。玉珠，算了吧，你如今这身份，如何能戴这么贵重之物？是啊，这样的钗子一个妾倒是配不上了，以免旁人说世子宠妾灭妻，连正妻都还没娶，就先把妾室捧上天了。萧世子这般由着妾室越制，旁人知道的是你心软，不知道的还当定北侯府连嫡庶尊卑都分不清呢。世子嫌我出身低，以前说的千好万好，如今我有了身子，却连一只500两的钗也配不上了。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姐姐？她有钱有势，你心里想着该娶的人是她，是不是？沈玉珠，你给本世子闭嘴！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！世子留步！您的侍妾摔坏了我们镇店之宝，您得赔啊！您若跑了，我们可要到官府告你去了。500两，拿着！不值当为这种人坏了心情。你若喜欢这个样式，我让掌柜的重新打一支更好的，咱们慢慢挑。好，听夫君的。二小姐，不好了！如今世子已经跟大理寺卿柳大人家定了亲，定下了柳家的嫡女，下个月便要迎娶过门了。你胡说！世子哥哥说过此生只爱我一个，他怎么可能娶别人？我要回侯府，我现在就去问个清楚。世子说了，大理寺卿柳小姐即将过门，世子夫人说嫡子未生，府里断不能生出庶子来挡了正妻的路，要姨娘把肚子里的胎落了。
二姨娘，请吧，别逼老奴动手。不能落，若是真落了这个胎，我便彻底没了依仗，这辈子只能困在沈家任人摆布。我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。二姨娘，快些吧，别耽误了世子夫人的吉时。是嬷嬷，为了世子的幸福，玉珠这就喝。哼，把桌上的脏衣服收拾了，让姨娘好生养身子。嬷嬷，玉珠喝完了，玉珠的肚子好难受。哼，既然喝了，便好生养着吧。你啊，大好的日子，硬是拉我来这乌烟瘴气的地方坐着，就这么爱看热闹？哎呀，夫君，这不是在府中太无趣，来找点乐子看吗？一拜天地！刘小姐，这是我怀着孩子的时候一针一线绣给孩子。我知道我身份地位不配进侯府的门，更不敢和小姐争什么。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原想着悄悄把孩子生下来，绝不打扰世子和小姐的婚事。可前几日侯府送来落胎药，要我打了这个孩子，我实在舍不得啊！这也是世子的骨肉啊！这绣工竟与当年他呈到我面前的嫁衣出自同一双手。今日小姐过门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求小姐大发慈悲，容我生下这个孩子，哪怕让我在府里做个粗使丫鬟，日日伺候小姐，我也心甘情愿，绝不敢有半分非分之想。沈玉珠这一番话说得卑微至极，但婚前便养出了庶子，还差点逼妾落胎。柳小姐若是真嫁进来，进门就要担一个善毒容不下庶子的恶名。萧世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婚前便有了身孕，你为何一字不提？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来人！把这个疯婆子给本世子拖出去！世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不想孩子连个名分都没有。真是家门不幸，这媳妇还没进门呢，庶子就跪在堂前抢名分了。定北侯府好规矩，连逼妾落胎这等阴损事都做出来了。大理四品家的嫡女要是嫁进来，这辈子名声就全毁了。婚事作罢，来人，抬嫁妆回府。定北侯府好高门，我柳家高攀不起。大婚之日被新娘当场退婚，这定北侯府可真是在京城长了脸了。连着2任世子夫人都没娶进门，反倒在家里供了个外室生的小通旁，这萧承安活脱脱是个笑话呀！造孽呀！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进门？逆子，你看看你办的好事！世子哥哥，玉珠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玉珠只想保住我们的骨肉。贱人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我！你还我世子夫人，还我侯府名声！哼，二姨娘，别等了，经此一闹，定侯府的名声彻底败了，你还想要什么正经名分？夫人发话了，往后就在这最偏的院子里自生自灭吧。阿昭，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风水轮流转，恶人自有天收。恭喜世子，贺喜世子，生了，是一位极其健壮的小少爷。夫人呢？世子放心，夫人好得很，母子平安。夫君，我要当娘亲了。夫人，没事就好。夫人，咱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才好？既然是雨夜降生，那便叫云舟吧。不管什么风浪，都能稳稳当当的。云舟，好名字。妹妹慢点，哥哥牵着你，别摔着了。曾经我以为女子的归宿便是后宅，便是争一个男子的心意。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，良人相伴，儿女绕腹，身边有靠山，才是真正的圆满。这一世，
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